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17章。一个星期以后，道林·格雷坐在温室里，和漂亮的公爵夫人说话。公爵夫人和她的丈夫，一个60岁，看起来很累的男人，是她的客人。这是下午茶的时间，灯光照亮了桌子，也照亮了瓷器和银器。公爵夫人主持着聚会，她白色的手轻移动杯子，她红色的嘴唇对着道林·格雷小声说。亨利勋爵躺在椅子上，看着他们。一位夫人坐在沙发上，听公爵说他最近买的甲虫。3个年轻人给一些女士送点心。聚会大约有12个人，明天还会有更多人来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亨利勋爵走到桌边，放下杯子说：我希望道林已经告诉你我重新给东西起名字的计划了，格拉迪斯，这是一个好想法。但是我不想要你重新给我起名字，哈里。公爵夫人看着他的眼睛回答：我对我的名字很满意，而且我相信格雷先生也对他的名字很满意。我亲爱的格拉迪斯，我不会换你们的名字，这2个名字都很好。我主要想的是花。昨天我捡了一朵兰花带在身上，那是一朵很美的花。我问一个园丁它叫什么名字，他告诉我这是一个很棒的名字。很遗憾，我们已经失去了给事物起好名字的能力。名字很重要，我只和文字争论，这就是我讨厌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原因。应该让把铲子叫做铲子的人去使用它，这是它唯一的作用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叫你，哈里？他问。他的名字是悖论王子，道林说。我立刻就认出他了，公爵夫人说。我不想听，亨利勋爵笑着说，然后坐在椅子上，没有办法逃脱标签。我不喜欢这个称号。陛下不能退位，公爵夫人说。那么你想让我保护我的王位吗？是的。我将宣布明天的真理。我更喜欢今天的错误，他回答。你让我没办法了，格拉迪斯，他惊呼道。不是你的长矛。我从不和美丽做斗争，他说着做了一个手势。那是你的错误，哈里，相信我，你太看重美丽了。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承认我认为美丽比善良更好，但另一方面，没有人比我更愿意承认善良比丑陋更好。那么，丑陋是罪吗？公爵夫人惊呼道，你的兰花呢？丑陋是美德之一，格拉迪斯，你不应该轻视它们。啤酒和美德使我们的英国成为今天的样子。那么你不喜欢你的国家？他问。我住在里面。为了更好地批评他。那么你更希望我遵守欧洲的判决吗？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看法？他们说有人已经移民到英国，并在这里开了一家商店。那是你的吗，哈利？我送给你。我不能用它，它太真实了。不要害怕，我们的同胞永远不会认出自己。他们很实际。他们比实际更狡猾。当他们进行评估时，他们会用财富来抵消愚蠢，用虚伪来抵消邪恶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做了伟大的事情。伟大的事情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格拉迪斯。我们承担了它的重量。仅仅到交易所。他摇了摇头。我相信种族，他惊呼道。它代表了力量的生存。它有它的发展。我更着迷于衰落。艺术呢？是一种病。
爱情呢？一种幻觉。宗教呢？信仰的替代品。你是个怀疑论者。绝不，怀疑论是信仰的开始。那么你是什么？定义就是限制。给我一个提示。线断了，你会在迷宫中迷失。你让我困惑。我们谈谈别的事情吧。我们的主人是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。多年前，他被称为迷人的王子。别提醒我，道林格雷惊呼道。我们的主人今天下午很不友好，公爵夫人回答。我想他认为我嫁给蒙茅斯是因为科学，就像他发现的最好的蝴蝶一样。好吧，我希望他不要用针扎你，公爵夫人。道林笑着说。我的女仆已经这样做了，格雷先生。当他对我感到生气时。他为什么对你感到生气，公爵夫人？因为小事，格雷先生。我向你保证，通常是因为我在差10分钟9点到达，并告诉他我必须在8点半穿好衣服。这对他来说太不合理了。你应该告诉他。我不敢这样做，格雷先生。他做我的帽子。你还记得我在派对上戴的那顶帽子吗？你不记得了，但你假装记得真好。好吧，它是做出来的。所有好的帽子都是做出来的。就像所有好的声誉一样，格拉迪斯·亨利勋爵打断说，一个人做的事情都会产生一个敌人。要受欢迎，就必须普通。对女人来说不是这样，公爵夫人否定道，女人统治着世界。我们无法忍受普通的人。女人用我们的耳朵爱，就像你们男人用眼睛爱一样。如果你们真的爱的话。在我看来，我们什么也没做，道林小声说。那么你永远不会真正地爱，格雷先生，公爵夫人假装悲伤地回答。亲爱的格拉迪斯，亨利勋爵惊呼道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爱情靠重复而存在，重复将食欲变成艺术。此外，每次一个人爱的时候，都是他唯一一次爱，对象的不同不会改变激情的独特性，它只是加剧了它。在最好的情况下，我们一生中只能有一次伟大的经历，而生活的秘诀就是尽可能多地重现这种经历。即使他伤害了你，哈里，公爵夫人在停顿后问道。特别是当他伤害了你的时候，亨利勋爵回答。公爵夫人转过身，用奇怪的眼神看着道林格雷。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，格雷先生？他问道。道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他笑了。我总是同意哈里的观点，公爵夫人。即使他错了。哈里永远不会错，公爵夫人。他的哲学让你快乐吗？我从未追求过快乐。谁想要快乐？我追求的是快乐。你找到了吗？经常。太频繁了。公爵夫人叹了口气。我追求的是和平。她说，如果我不去穿衣服，我今晚就不会有和平。让我给你带些兰花，公爵夫人，道林惊呼道，站起身，走过温室。你和他说话，亨利勋爵对他的表妹说，你应该小心，他是一个迷人的人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就不会有战斗。是吗？我站在一边，他们为女人而战。他们被打败了。有些事情比被打败更糟糕，他回答。你很快。行动带来生命，是他的回答。我今晚会把这个写在我的日记里。什么？
一个被烧伤的孩子爱火。我甚至没有被烧伤，我的翅膀完好无损。你用它们做任何事情，除了飞。勇气已经从男人转移到女人身上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体验。你有一个竞争对手。谁？他笑了。夫人，他小声说，他真的很喜欢他。你让我感到不安。古代的吸引力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。你们拥有所有的科学方法。男人教育了我们，但没有解释你们。把我们描述为女人吧，他挑战他。没有秘密。他笑着看着他。格雷先生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他说，我们去帮他吧。我还没告诉他我的衣服是什么颜色。你应该让你的衣服和他的花一样，格拉迪斯。那将是过早的投降。浪漫艺术从它的高潮开始。我必须为撤退保留一个机会。像人一样。他们在沙漠中找到了救赎。我做不到。女人并不总是可以选择，他回答。但刚说完这句话，就从温室的深处传来一声呻吟，随后是东西倒地的呻吟。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亨利勋爵跑到棕榈树旁，发现道林格雷脸朝下躺在地上，昏倒了，看起来像个死人。他们把他抬到客厅，让他躺在沙发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他醒了过来，茫然地环顾四周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他问道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在这里安全吗，哈利？他开始颤抖。亲爱的道林，亨利勋爵回答，你只是昏倒了。就是这样。你一定很累了，你最好不要下楼吃饭，我会代替你。不，我会下去的。他说着努力站起来，我宁愿下去，我不应该独自一人。他去了他的卧室，穿好了衣服。在餐桌旁，他表现得很热情，但时不时地，一种恐惧掠过他，因为他记得，贴在温室的玻璃上，像一块白色的手帕一样，一张脸正看着他。